朋友和钱到底哪个更重要？小时候，母亲告诉友谊，比钱更重要的是朋友。但友谊的心里其实很清楚，这世界上没有东西比钱重要。第二局被天志强吻之后，两人双双晋级第3轮比赛。然而一醒来，两人却处在一间地牢里。马拉布说，为第3场游戏做准备，他们要在这里待够3天。天志向友谊道歉，自己强吻友谊只是为了跟他一起比赛而已，并将自己背叛的原因和盘托出。原来这已经是他第2次参加朋友游戏了。天志示意友谊捂住名牌上的窃听器，这一切全都是智法的错，他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夺走了。天志初中的时候有2名非常要好的挚友，他当时踌躇满志，拿出自己积攒的100万，要和朋友一起创业。本来一切都非常顺利，直到他的朋友们见到了智法，资金运转开始变得不对劲。朋友一再的逼问他有没有和智法交往，他解释只是父母定下的婚约，两人才勉强相信。初中毕业之后，资金运转到300万，他们又上了同一所高中。其中一人提议，他们将300万等分各自运营，等到合计资金到2000万的时候，赚得最多的那个人就是将来的 CEO， 并获得和智法求婚的机会。运营到1000万的时候，他们3人被绑架到了朋友游戏，并被告知其中有人欠下了1000万的债务。他在第3回合失败，独自承担了全员2000万的欠款。2天之后，他以不可泄露这场游戏为条件被释放。最好的朋友转学离开，天志找到了其中之一，逼问他为什么背叛，却被告知他们的钱都为了智法花光了。智法在某天放学找到了他，他居然知道了天志和他同学见面的事情。天志违反了约定，告诉了智法全部。巨大的压力下，他只好去找父亲求助。得知了一切后，父亲并没有怪罪他，而是出门打算找智法谈谈。但是父亲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，死因被智法的父亲断定为自杀。从此之后再也没办法相信任何人，但毫无疑问，这一连串事件的轴心就是智法。自那之后，他开始对智法进行彻底的调查，但却收到了恐吓短信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孤注一掷，将大家设计进朋友游戏，逼智法露出马脚。不过他的计划中途就被友谊破坏了。友谊对此事将信将疑，天志见状又给他爆了个大料。第2场游戏结束后，运营商会告知大家欠款总额，他们 C 组现在欠款是1080万元。如果按照每个人所说，友谊和天志现在是410万，阿成和新木220万，智法620万，总计是1880万才对，比实际欠款多出了800万，也就是说他们其中有人说谎了。天志主动坦白，第1轮游戏自己的问题卡上有欠款减半的条件，所以他真正的欠款是210万。阿成的应该也是一样，也就是说他现在的欠款只有20万。智法的欠款实在是太多了，但假如他没有受到加倍惩罚，那就是欠220万。这样一来，大家的欠款就对上了。第1轮游戏结束后，天志偷听了友谊和智法的对话。假如智法真的没有欠款翻倍，还做出那种样子，那可真是个大欺诈师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他们能确认的都只有自己的欠款数量，再正确好听的话都不可能100%确信。他们看似相互了解，却不尽然，就像天志不会想到他是杀人犯一样。友谊问天志为什么要跟上来，因为他之前说过要将这个朋友游戏击溃。天志自始至终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为父亲报仇，而核心就是智法一家和这个朋友游戏。天志恳求友谊和他并肩作战，他明白友谊是一个危险人物，但他也有将运营真正击溃的实力。光明正大的手段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。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说谎，天志拿下了自己的名牌给友谊看欠款，不过他也因此获得了欠款翻倍的惩罚。他知道自己说不出并肩作战这种话，但至少让他跟在身后，被当成工具使唤也无所谓。天志下跪请求友谊不要抛弃他，这已经是他最后的希望了。友谊让天志给他3天时间考虑。60个小时之后，两人唯一的一瓶水也喝光了。友谊问天志，对他来说朋友是什么？除开智法和背叛他的朋友，阿成和新木又算什么？天志嘴上说两人只是他复仇路上结识的陌生人，但内心还是感受到了两人对他的友谊。于是友谊和天志定下约定，回去之后天志要好好和大家道歉，而他发誓会不择手段地通关第3场游戏。72小时结束，两人被放出地牢，来到一片丛林。第3场游戏名为友情捉迷藏， C 组的友谊和天志要对战 K 组的5人，赢了就算通关，输了就彻底结束。两队各自从队伍中选出一位躲藏者，藏在森林某处，剩下的人为寻找者，首先找到对方躲藏者的一方获胜。这场游戏对于人多的一方有绝对的优势，如果友谊真的一人来了第3轮，他甚至都无法参加游戏。但即使有天志的加入，局势对他们来说还是有压倒性的不利。第3场游戏禁止暴力行为和躲藏者移动，但
但是可以互相联络、投降甚至倒戈。如果觉得自己的队伍要输了，寻找者可以倒戈向对方队伍。虽然倒戈胜利不会进入第4场游戏，但是自己的失败需要承担的欠款将全额由原队承担。倒戈的人可以欠款清零退出比赛。当队伍只有2个人时，一人倒戈后，游戏将直接结束。如果倒戈后还是输掉，倒戈者的欠款将增加到败北队伍的平均欠款额，然后再获得原队伍继续参加第4场比赛。鉴于友谊之前的行为，名牌交托行为被禁止了。其他组有独自进入第3场游戏的人，马拉布问他是否愿意将其吸收为队友。一听是女孩子，友谊当场答应。天智人都傻了，现在找陌生人当队友，风险会不会太大？但友谊却说，这场游戏不论几个人，基本都不可能赢的。而参加的新人居然就是位监视者的双马尾玛利亚。K 组的负责人金发女让对运营方忌惮不已的友谊非常不屑。他们 K 组里可是有天才存在的。小刘海儿非常不屑，他可不觉得仅凭天才就能陨落怪物。2队都确定好了躲藏者，分别是天智和对方的壮汉门仓，躲藏时间为2小时。马拉布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